生日那天，闺蜜给我举办派对，中途我却看到她和我的男友在花园里偷情。闺蜜坐在男友的腿上问：“你不会真的要娶小星吧？”男友却不屑一顾：“娶她？怎么可能？”我觉得无比荒谬。刚刚还说要娶我的男人，原来早已经和我闺蜜勾搭在一起。后来我头也不回离开他们，男友却跪着求我原谅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真情人间。这天是我生日，闺蜜沈清黎早就给我准备好了一个生日派对，邀请了很多朋友。我的男友程毅本来在出差，但是却连夜赶了回来，说这么重要的日子得在场。派对途中，沈清黎说自己有些喝醉了，想先出去透口气。我虽然觉得沈清黎的酒量应该不至于喝了2杯就醉了，但是见他红彤彤的脸蛋，也没有再说什么，还关心地问他要不要我陪他。但是沈清黎却拒绝了。没过一会，程毅也说自己还有工作，和大家道歉后便离开了。几个朋友没有喝尽兴，举起酒杯喊道：“小星，好像没有酒了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我家地窖还有，我去拿。”我赶去地窖的时候，正好路过了后花园，还没走进去，我就听到了有男女大喘气和一些不堪入耳的声音。我顿时停下了脚步，我的朋友都在屋里。这个时候，在后花园的会是谁？阿义，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是我刚刚借口不舒服离开的闺蜜沈清黎，而她喊的是我男朋友的乳名。他们俩一直都看对方不顺眼，几乎一见面就要斗嘴吵闹，可从来不会这样亲密地喊着对方的名字。我靠近了一些，从花丛里看到了一对男女正坐在椅子上忘情地接吻，女人坐在男人的怀里，搂住他的脖颈，两个人的表情都很享受。这次我看得清楚，女人是沈清黎，而那个男人就是程毅。我有些腿软，顿时后退了一步，惊讶地捂住嘴巴，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。他们结束一吻后，沈清黎躺在他的怀里，用手指在他的胸膛上一边画圈一边撒娇道：“阿义，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夏星？”程毅笑着捏了捏沈清黎的脸蛋：“当然是你啦，夏星算什么？”沈清黎在程毅的怀里笑得娇羞：“那你刚刚和夏星说要娶她是什么意思？你不会真的打算娶她吧？刚刚派对上，我们玩游戏要说真心话，别人顺势就问了程毅打算什么时候向我求婚，结果程毅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定制的钻戒，单膝跪在地上，深情款款地看着我：小星，这是我为你定制的钻戒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顿时，派对上的所有人都在起哄，除了沈清黎。但是当时我以为沈清黎黑着脸，只是单纯的不喜欢程毅。毕竟自从我和程毅在一起，他就无时无刻都在说程毅的坏话，巴不得我们俩分手。但是现在我才发觉，他是生气吃醋了。程毅听到沈清黎的话，嗤笑着说道：“娶她？怎么可能？”我的眼泪抑制不住地往下流。我和程毅恋爱7年，我一直认定他会娶我，可是现在却告诉我，他早就背着我和我最好的闺蜜搞到了一起，简直可笑。沈清黎吃醋地捶着程毅：“那你为什么要求婚？”程毅哄道：“还不是因为公司要钱，夏星虽然无趣，但至少有钱。”我捂住嘴巴，有些崩溃。难道程毅和我在一起，只是看中了我的家世？这么些年，他都一直在利用我。我哭着拿出手机，给程毅拨打了一个电话。程毅拿出手机看了眼来电显示，有些嫌弃地按了接通键，但是语气却非常宠溺：“小星，怎么了？
我看着这极为反差的一幕，心痛得仿佛在滴血。所以之前他无数次和我打电话，都是用的这副嫌弃的表情。我尽量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声音问：“我是想问你，到公司了吗？”程毅一边和沈清离打情骂俏，一边回我：“还没。”“怎么了？”我又问：“晚上回来吗？”我问完这句话就后悔了，甚至想逃避地挂了电话，仿佛这样就可以自欺欺人。程毅亲了沈清离一口：“晚上不回去了。”我哭着捂住嘴巴，停住呼吸，才让自己不发出奇怪的声音。程毅见我没有说话，有些急不可耐地问道：“小星，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先挂了。公司的事情还挺急的。”他说完就挂了电话，迫不及待地亲上沈清离的嘴。沈清离问：“今晚回我们的家吗？”程毅勾起嘴角，明知故问。我错愕在原地，原来他们的感情已经好到拥有自己的家了。那这阵子我一直在布置我和程毅的新家，算什么？我和沈清离认识是在初中，她学习很好，但是家境没有那么好，又因为长得漂亮，有很多的男生就骚扰她，逼着她做自己女朋友。但是沈清离自尊心很强，得罪了很多人。那天我放学回家，路上听到巷子里有动静，转头就看到了沈清离被几个男生堵住，那些人不怀好意地盯着他，显得沈清离特别瘦小。我有些热心肠，再加上欺负沈清离的那个是我特别讨厌的人，于是我见义勇为地走上前，替沈清离出头。那些人欺软怕硬，又不敢惹我，一溜烟地跑了。我伸出手将沈清离扶了起来。从那天以后，我和沈清离就成了最好的朋友。和我成为朋友后，他们就不敢再欺负沈清离了。后来我们考上同一所大学，沈清离也出落得更加漂亮，在学校里很受欢迎。我也很真诚地为沈清离感到开心。遇到程毅是在新生入学典礼上，他作为优秀学长发言，我对他一见钟情。为了他，我去参加了学生会的面试，最后成功入选了。但是程毅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男生，围着他的女生很多，我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。即使我加入了学生会，也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。直到那次学校的元旦晚会，原本和他排练舞台的女生临时有事无法参加，在学生会里只有我学的是表演系，他就邀请我当他的女主角。我们因为临近演出，几乎每天都待在一起。那也是我第一次和程毅近距离接触。不过也因为这样，我冷落了沈清离。他有些吃醋地找到我和程毅，和程毅拌了一些嘴，也因此结下了梁子。后来演出圆满结束，我和程毅也因为这次演出逐渐熟悉了起来，经常一起约着出去玩。直到一次醉酒，我稀里糊涂地朝程毅告了白，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。不过沈清离知道后就更生气了，好久没有理我，还是我费了好大的劲给他哄好了。从那以后，沈清离就看程毅各种的不顺眼，也因为这样，我从来不让他们俩接触，基本都是我在各种平衡他们的关系。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们居然早已经背着我勾搭在了一起，而我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被瞒着。我浑浑噩噩地回到派对上，朋友们看出我的脸色不太好，我就借口说自己生病了。结束了派对，送走了所有的宾客，我洗了个凉水澡，躺在床上看着我和程毅恋爱这么多年来所有的记录，哭得快喘不上来气。我和程毅恋爱这么久，我居然没有发现他和我在一起，其实只是利用我，实在讽刺。我的脑袋胡思乱想，越想越难受。
只能吃了褪黑素，强迫自己睡觉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外面有动静。我走出房间，看到程毅正戴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。他看见我醒来，笑着说道：“小星，你醒啦，正好我做好了早饭，快来吃饭。”我看了一眼程毅熬的粥，又看见了他手边放着的保温盒，顿时有一些反胃。程毅发现我的视线，忙将保温盒往后一移，但是我却直截了当地问道：“你那个保温盒是准备给谁带早饭？”程毅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。公司有些忙，我打包带去公司吃。我笑了笑，公司的事务忙，那不如我和你一起去看看。程毅忽然有些生气：“小星，你都退居2线了，现在回去算什么事？程毅的公司是我和他毕业后一起创业才建立起来的，当时的资金用的还是我家的钱。后来程毅觉得我在公司的威望超过了他，又想自己当一把手，就让我退居2线。我当时恋爱脑，同意了。但是现在我才发现，他是利用我得到了这一切后，就想把我踹了。”我问程毅：“你心虚什么？”程毅不满地看着我：“夏星，你不要无理取闹。”我听到程毅的这句话，一愣，只能呆呆地看着他，有些不敢相信。不相信我们7年的感情都是假的。或许我和程毅只是7年之痒，他对一直不喜欢的沈清离有了新鲜感，又或许是我和程毅之间的感情太过平淡，他觉得这样很刺激。如果程毅认错，愿意和沈清离断了，我是不是该给他一个机会？我抬眼看向程毅，认真地问道：“你昨天向我求婚，打算什么时候和我去领结婚证？明天怎么样？”程毅听到我的这句话，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嫌弃，但是又安抚我说道：“小星，最近公司忙着上市的事情，我答应你，等上市后我们就结婚好吗？”可是等程毅利用完夏家的关系让公司上市后，他真的还会娶我吗？我最后不死心地问道：“程毅，你昨晚在哪？”“程毅呀，如果你告诉我实话，我们之间或许还有可能的。”但程毅却说：“我昨晚在公司啊。”“夏星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”我有些无力地下头，似乎认清了这个现实。程毅见我心情不好，将粥端到我的旁边：“小星，我陪你把饭吃完好吗？”他说着拉我坐下，自己也盛了一碗粥。可是他还没有吃一口，电话就响了起来。程毅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心虚地瞥了我一眼，然后示意我是助理的电话，随后就接起了电话。他表情严肃地听完那边的话，立刻起身说道：“我现在就过去。”程毅挂了电话，急忙地拿起衣服，对着我的脸颊亲了一口，愧疚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小星，公司有事，我就不先陪你吃饭了。”说完，他匆匆走了。我抬起手，拿起桌子上的纸，十分厌恶地擦拭了脸颊，将纸扔进了垃圾桶里。刚刚我明明在电话里听到了沈清离的声音，到现在他都还在骗我。程毅离开没多久，我就给我和沈清离的共同好友打了电话，他是沈清离的室友，后来在我们家公司工作，这才和我关系近了些。那天就是他让我去拿的酒，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他故意的，但是我还是决定问一问。他接了电话，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了这事。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道：“星姐，我要是和你说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和沈清离透露是我说的？”我答应了他，他给了我一个短视频账号，让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搜索了他给我发的那个短视频账号，发现他居然给我拉黑了。换了个号，我才搜到这是沈清离的小号，认证是情侣博主。
我几乎是颤抖地点开了他置顶的第一个视频。今天是我和程先生在一起的第一天，昨天是我们毕业的日子，也是他向我告白的日子。今后的路一起走下去吧。视频里的程先生没有露脸，全程都是沈清黎在露脸，但偶尔程先生发出的声音几乎让我立刻就认出来，就是程毅。我点开第二个视频，是最近的日期，显示在昨天。程先生带我来挑钻戒喽，他说要给我定制一个全天下独一无二的钻戒。他怎么这么好呀？我要离不开他了。视频的内容是他们去找珠宝设计师定制钻戒的内容。因为沈清黎长得漂亮，发的内容也都显示程先生是个富有的成功男性，把沈清黎都宠成了公主，所以在短视频里很火，评价都是清一色的羡慕。如果程毅给沈清黎准备的是独一无二的定制钻戒，那他昨天给我的就是在珠宝店随便买的一款戒指。原来爱和不爱的差别可以这么明显，我的眼泪不自觉地落了下来，滴在手机屏幕上面，花了一片。但即使已经知道了结果，我还是几乎自虐般地往下翻。程先生答应了我好久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来了，他工作忙，终于腾出时间了。为了补偿，我特地给我在这边买了房子，让我想放松的时候就过来住几天。这个视频的时间是半个月前。半个月前，沈清黎确实刚刚从老家回来，他跟我说家里妈妈生病了，要回去照顾几天。我怕他钱不够，还给他转了不少钱，让他应急。没过几天，程毅就说要出差。那个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，可是现在看来，他们明明是背着我出去旅游了。程毅知道的，去马尔代夫度蜜月一直是我的想法，他居然和沈清黎去了。今天生病了，程先生本来在出差，立刻就赶回来了，还在我身边守了一夜。爱他这个日期是我发高烧不退那个日子，那阵子流感，我和沈清黎出去玩了一趟，回来就几乎都得了流感。恰好程毅出差，原本我也想着是小事，就没让他回来。但我的高烧一直不退，半夜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给程毅打了电话，想让他回来看看我，让我能够安心一些。他说工作重要，拒绝了。但是同个时间，他为了沈清黎回来了，还亲自照顾了他一夜，真好笑。原来不是他回不来，而是我不值得他回来，值得他回来的是沈清黎。最近一直没有食欲，程先生亲自给我下厨，他做的饭好吃好吃。我看着他视频里的程毅正在做沈清黎最爱吃的糖醋排骨，可是程毅跟我说他不会做饭的。后来他给我熬粥，说专门为了我去学了怎么熬粥，还把我感动了一阵。原来他压根就不是为了我去学做饭，而是沈清黎。我猛地合上了手机，将自己捂在被子里。我不敢相信，程毅和沈清黎对我的背叛已经长达5年之久，而我一直被瞒在鼓里，像个傻子。我冲了个冷水澡，这才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一些。收拾好自己，我出门去了公司。刚到公司，前台就慌里慌张地迎了上来：“夏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”这个前台自从公司成立就一直在了，算是公司的元老。我见他慌慌张张的，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我扬了扬手里的文件：“你们程总丢了个文件在家，我来送给他。”前台却拿起了电话：“我帮您确认一下，程总在不在里面。”我趁他打电话的功夫，直接进了电梯，去了程毅的办公室。程毅的办公室在顶层，刚出电梯我就觉得很安静，但是越靠近办公室，我就越觉得心慌。等靠近了办公室的门，
我听到了里面的嬉笑声，我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。这声音是沈清离和程毅。阿义，你坏！他们两个人不堪入耳的调情声音让我汗毛竖立。光天化日，他们已经偷情到了办公室。刚刚那个前台是有心帮他们遮掩，原来所有人都知道，只有我傻傻的被骗。可我是那么的相信这两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双重打击让我一时之间缓不过神。我双腿没了劲，缓缓靠着墙蹲了下去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屋里突然没了动静，应该是前台告诉了程毅我来了的事情，但我没有再走进办公室去看那肮脏的一幕，转身离开了公司。刚走出公司没多久，程毅就给我打了电话。我接通后，听到那边有些心虚的声音：“魏小星，前台说你刚刚给我送文件，怎么没有看到你过来？”我哦了一声，刚刚拿错文件了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程毅那边停顿了一会儿才开口：“这样啊，对了，我今晚公司有事，就不去叔叔阿姨那了，你帮我道个歉。”我嗯了一声。程毅似乎确实有急事，没有注意到我的态度和平常不一样。我的车子没有走远，停下来接电话的功夫，恰好撞见程毅的车从公司的地下车库开了出去。他的副驾驶上坐着个女人，我看身形就能看得出是沈清离，只是他们车子驾驶的方向不知道去哪。我跟了上去，到了目的地才发现他们去了医院，两个人直奔了妇产科。我心头一凉，妇产科，看到这3个字，我的心里忽然像是堵塞了一样，特别慌，整个人都喘不上来气，只能扶着墙大口的呼吸。2年前，我和程毅曾经有过一个孩子的，但是因为沈清离，孩子没了。2年前，我检查出来怀孕，程毅也很开心。我原本没有那么想要孩子的，但是见程毅很想当父亲，就留下了这个孩子。我们也开始着手准备结婚的事情。可是那天，我和沈清离上街采买孩子要用的东西，他却一个没有站稳，拽着我摔倒在地上，当场我的血就从腿上染了一地。因为我从小就体弱，怀孕之后，医生也说我是容易小产的体质，要让我好好养着到3、4个月才行。但这才2个月，孩子没有保住。医生还说这次流产让我很难怀孕了。程毅也遇到公司的事情，将我们的婚事推迟了。沈清离在跟前跪下，哭着向我请罪，求我的原谅。我即使再恨他，可是想到他不是故意的，也就没有再为难他。只是那阵子我不想看见他，他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。是半年后，沈清离的母亲去世，他求我帮他操办了一场体面的葬礼，我心软答应了，这才和好了。可是现在想来，我甚至都怀疑当初沈清离是故意拽着我摔倒，就想让我没有那个孩子的。如果现在沈清离真的怀孕了，那实在是太讽刺了。我躲在柱子后面，看见他们从诊室出来，2个人的脸上都是幸福的笑容。沈清离笑脸盈盈地拿着报告单：“阿义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有我们的孩子了。”程毅也搂着沈清离：“你没有做梦，我终于可以当爸爸了。”我后退了一步，扯起了嘴角，闷闷地笑了起来。他们俩果然有了孩子。那这么多年，我到底算什么？算个笑话吗？沈清离突然忧愁了起来，看着程毅问道：“阿义，你打算怎么和夏星说清楚这一切？”“我不想我的孩子当私生子。”程毅哄道，“我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孩子当私生子？等公司上市了，我就让他把股份都给我，然后我就娶你回家。”沈清离靠在程毅的怀里：“你可不要骗人。”程毅笑道：“我怎么会骗你呢？”我看到这一幕，刺激的我整个人都有些反胃。
他们这对狗男女实在是太恶心了。沈清离和程毅走远了，我也跑到了垃圾桶面前，止不住的呕吐。吐出来之后，我整个人都有些虚弱，感觉自己身体很软，仿佛要飘起来了。再然后，我就晕了过去。我醒来的时候是在病房，一个小护士正在给我换点滴的药瓶。她见我醒来，忙询问：“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需要叫医生的？”我摇了摇头，现在除了心里像是被刺的千疮百孔一样，其他都没有感觉。护士给我做了一下简单的检查，然后才说道：“送你过来的人在门外，他好像认识你。”我叫他进来，我有些意外，坐起了身体，很快就从门外走进来一个身形硕长、长相清秀的男生。我看着他，觉得有些眼熟，但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。他见我发呆，急忙跑到我面前，指了指自己说道：“夏星，你不会记不得我了吧？”你仔细看看。我近了些，才终于和脑海里一个人对上了。周以彻，你怎在这里？周以彻是我之前的邻居，后来小学的时候，他们一家就搬走了，我们也就没有再见过面。周以彻笑呵呵地拍了拍我：“我回来工作呀，真没想到能在医院碰到你。我如果没有记错，似乎我是晕倒在妇产科。”“你在妇产科？”我问。周以彻解释：“哦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马上就入职这儿的外科。今天是来给妇产科的同事送个资料。”原来周以彻大学学的是医生，倒和我对他的印象里不太一样。印象里周以彻总是吊儿郎当的，想不出他当医生会是什么样。周以彻察觉出我的想法，啧了一声：“你可别总拿小时候的印象看我，我现在可是很厉害的。”我努了努嘴附和：“厉害厉害。”周以彻挽臂看我：“你说说你吧，怎么会晕倒在妇产科门口？刚刚医生给你检查了，你就是有些流感，没什么大事。”听到周以彻的话，我忽然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刚刚在妇产科看到的一点一滴都在我脑海里回放，让我整个人都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。恰好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我低头看了一眼，是程毅打开的电话。我接了电话放在耳边，就听到程毅那边担忧的声音：“小星，我听说你在医院晕倒了，那个时间你怎么在医院呢？”我笑了，他这样担忧，原来是怕我知道沈清离怀孕的事情。我回道：“我生病了，刚到医院就晕倒了。”程毅那边似乎是舒了一口气，然后又假装关心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我问：“你来医院看我吗？”程毅那边沉默了一下，随后才说道：“我一会儿过去。”我甚至没有等他说其他的话就挂了电话，心如死灰。在公司的事情没有解决之前，我不能提分手，但是却也不想再这样和他接触，真的让我特别的恶心。周以彻还想问我什么事情，但是我的手机又响了，还是程毅打来的电话。我接了后，那边传来了程毅急忙道歉的声音：“对不起小星，公司这边有一些事情，我只能晚些再去看你了。”又是公司有事。我冷哼一声，挂了电话。周以彻看我神情不太对，问道：“男朋友？”我听到这个称呼，只觉得讽刺，马上就是前男友了。说完，我正要喝点水，但手机传出了声音，是我给沈清离的短视频账号设置的特别提醒。我点开手机，看见沈清离发的最新的短视频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：我怀孕了。程先生说这是我们给他最好的礼物，嘿嘿，真希望孩子能够快点生下来。视频的内容是他们一起去选购孩子的东西，即使当年我怀孕，程毅也没有陪我去采购。我无奈地抿着嘴，闷闷地笑了。他在陪着刚刚怀孕的情人，
哪里会关心生病住院的旧人？我和程毅长达7年的恋爱是要彻底结束了。爸爸给我发了消息，说已经把公司的事情结束得差不多了。我几乎是立刻给程毅发了个短信，只有5个字：我们分手吧。我出院那天，周以彻和程毅都来了。程毅有些憔悴，看起来是很久没有睡了好觉了。他见到我就指责般地问道：小星，你让叔叔撤资，又和我提分手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是公司上市的关键时候？你不要这样无理取闹。我扯起嘴角反问：我无理取闹？程毅似乎还以为我是在耍小孩子脾气，拎着保温盒到我的身边：小星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我看了一眼保温盒，皮笑肉不笑地讽刺道：你记错了吧？最爱吃糖醋排骨的是沈清离，我从来都不爱吃这又酸又甜的东西。程毅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我会突然提起沈清离。程毅为了沈清离去学厨艺，去做他最爱的糖醋排骨，可是却忘了我最讨厌的菜就是又酸又甜的糖醋排骨。喜欢糖醋排骨的，自始至终都只有沈清离一个人。程毅将保温盒扔到了垃圾桶里，赶忙哄我：是我最近忙记错了，你别生气，我带你去我们最常去的那个餐厅。我低下头笑了笑，随即才抬起头质问程毅：程毅，你在忙什么？你到底是在忙公司，还是忙着哄怀孕的沈清离？程毅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看我，心虚的不敢说话。如今的质问并没有让我舒心，只觉得难受。我们曾经那么幸福，是被所有的朋友都羡慕的一对。程毅会记住每一个纪念日，想方设法的给我仪式感，会在我生病的时候寸步不离的在我身边照顾我，甚至为了我放弃了最重要的考试，直到我病好。会在我被嘲笑配不上他的时候，牵着我的手出现在校园里，向所有人证明我是他的挚爱。会在我被诬陷的时候，帮我教训那几个混混，宁愿自己受处分，也不愿道歉。对我那样好的程毅，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周以彻大概猜出来了什么事情，走到我身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我们走吧，和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刚走几步，程毅就追了过来：小星，我对沈清离只有新鲜感，或许是我们的生活太过平静，我想找点刺激，和你又只能聊一些柴米油盐，太无趣了。我真觉得太可笑了。程毅似乎忘了我是管理系硕士，当初是以年级第1的专业成绩毕业的，而程毅只排第2，分数比我差得多。毕业后，也是我一手建立了公司，将公司运行到正轨。论专业，我从来都不比程毅差的。可是程毅怕我的威望超过他，求我退居2线，所以我才学着当一个贤妻良母，生活里只有柴米油盐。现在程毅却反过来说我太过无聊，我是觉得自己真蠢，当初居然相信了程毅的话。程毅见我不说话，赶忙说道：小星，我和沈清离就是玩玩，我还是想和你结婚的，你不要生气。我知道程毅是什么意思，他想在公司上市稳定后才和我结束，但是现在我让爸爸提前撤资了，他的公司根本不可能上市，他怎么舍得和我分手？我问程毅，你到底是想和我结婚，还是想和我们家结婚？程毅被我拆穿了，脸一阵青一阵红。周以彻见我实在不想被程毅纠缠，拽着我的手就准备离开了，但是程毅依旧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，推了周以彻一下，生气地质问：你他妈到底是谁？凭什么在这里掺和我和小星的事情？我抬起手，
狠狠地打了程毅一个巴掌。程毅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的一切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说完，我带着周以彻就离开了这里。很快，沈清离就找上了我，他故意穿着显韵的紧身衣服，好像来和我炫耀什么。我却只瞥了他一眼，没有任何表情地坐在了椅子上。夏星，你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个样子，好像谁都看不上一样。你当初帮我，不就是你想彰显自己的家世吗？有我这样的小跟班跟着你，你很有面子吧？我就是要抢走你的一切，抢走你最爱的程毅。怎么样？看着我怀孕，你应该很不是滋味吧？毕竟你以后很难再怀孕了。沈清离终于不装出那副惹人心疼的小白花模样了，也不装出和我关系很好的样子了。但我听着沈清离说了一大堆的话，说不难过是假的。我和程毅认识快10年，可是和沈清离认识已经长达15年了。我们认识的时间超过了我现在人生的一半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沈清离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我当成好朋友。我问道：沈清离，你和我成为朋友，只是想利用我远离校园霸凌，后来又觉得跟着我就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了，对吗？沈清离笑了笑，你终于发现了，真是个傻子。我站起身，我现在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请你以后都不要出现在我的身边。沈清离却猛地抓住我的手，凭什么呀，夏星？程毅明明说过最爱的是我，但是他现在却要和我分手，甚至让我去打胎。他猛地甩开我，将我甩到沙发上，近乎疯狂地走上前，掐着我的脖子。你不就仗着自己是夏家千金吗？没有这个身份，你连地下的一根草都不如。我之前学过跆拳道，有些力气。正当我要将沈清离推开的时候，他却突然被一个人提了起来。周以彻甩开沈清离，走到我身边，扶起我，关心地问道：小星，你没事吧？我揉了揉脖子，没事。沈清离看着我们俩，哼哼地笑了2声。夏星，你这么普通，居然还有这么多男生喜欢你，你勾引的手段可真厉害。我站起身体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沈清离，一字一句地开口：那也没有你厉害。沈清离，你说我没有夏家千金的身份，连地下的草都不如，那你呢？没有我，你现在会成为沈总吗？会成为京市里人人都想巴结的对象吗？没有我，你现在应该被你那酒鬼父亲随便找个人嫁了吧？是我帮你摆平了酒鬼父亲，也是我让你在这里立足，帮你扫平一切后患。沈清离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很明显你没有。我爸爸常说，养条狗还能帮我看家，我养沈清离这么久，小心养一条白眼狼。那个时候我总是反驳爸爸，也生爸爸的气，但是现在我才发现，他没有说错一句话，沈清离就是那个白眼狼。我和周以彻走出咖啡店的时候，程毅也赶来了。他比我之前见到他还要疲惫许多，整个人都苍老了很多，和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完全不同。他看到我就红了眼眶，跑到我的身边，关怀地问道：小星，你和沈清离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吧？我瞥了他一眼，听到了一些真话，不过我现在真心祝福你们所死，麻烦你看管好你的真爱，不要让他再出来发疯了。程毅听到我的话，慌忙抓住我的手，摇了摇头：不是的，小星，我已经和沈清离分手了，我和他断了，我们马上就结婚好吗？我保证再也不会这样了。我立刻甩开了程毅的手。程毅，你自己说这话不觉得恶心吗？程毅见我没松口，立刻跪在了地上恳求我：小星，求求你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
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再也不会背叛你了。”听到程毅的话，我只觉得特别的恶心，看到他这样的表情，甚至有些反胃。我平静地说道：“程毅，你说这些话只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恶心，也觉得以前我们相爱的时光是个屈辱的过去。”程毅愣了一下，但是又苦苦哀求：“小星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真的改了。离开你以后，我才发现我爱你呀！只要你愿意。”我打断了程毅的话：“程毅，沈清离的那个短视频账号我看了，你们瞒着我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了。”程毅有些心虚地看着我：“你说爱我，就是给我在珠宝店随便买一个戒指，但是却带沈清离去定制了独一无二的戒指。你说爱我，就是在我晕倒住院的时候，却忙着照顾情人，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。还是说，你说的爱我，是瞒着我和沈清离偷情长达5年，还纵容沈清离推我摔倒，害我没了孩子？”程毅听完我的话，不敢再说一句话。我露出一个释怀的笑容：“程毅，你的爱太廉价了，让我觉得无比的恶心。”程毅还想说什么，但是周以彻却一拳捶了过去。他气愤地说道：“这一拳是替小星打的，你这个不是玩意的狗东西，还不带着你那个小三滚远点，少来碍小星的眼。”程毅又被打又被骂的，也一下来了气，指着周以彻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凭什么插手我和小星的事情？”周以彻嘿了一声，牵起我的手：“我是小星的男朋友，怎么了？”程毅愣了一下，看着我，似乎想问我。我也牵住了周以彻的手：“看清楚了吗，程毅？我现在一点都不喜欢你，甚至厌恶你，你快点滚，别在我面前碍眼了。”程毅看到这一幕，有一些受伤，逃也似的离开了。他离开后，周以彻却赶忙松开了我的手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小星，刚刚情急之下才这样的。”我见他红彤彤的小脸，故意逗他：“你这么着急松开，就是一点都不喜欢我了。不过我们确实只是朋友。”周以彻赶忙说道：“我和你不只是想当朋友的。”我见他这样，觉得逗他很有趣，扑哧一声笑出声来。周以彻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。1年后，周以彻向我求了婚，我们2家都开心得很，早早准备了结婚的事情。没过多久，程毅的公司也因为管理不善倒闭了。他出现在我家门口的时候，我差点没有认出来。程毅的头发和胡子都有些发白，穿的也是邋里邋遢的，看起来像是好几天都没有洗澡了。他见到我就猛地跪了下来，哭着求我：“小星，我知道我以前错的有多离谱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保证不会再发生以前的事情了。”我抬起手露出了戒指：“程毅，我都已经要结婚了。”程毅却不肯离开，还在苦苦哀求：“求求你，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真的知道错了呀，小星，求求你。”他哭到嗓子都哑了，看起来特别可怜，但我并没有心软半分，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道：“程毅，你后悔的根本不是离开我，而是得罪我让爸爸撤资，所以我不会原谅你的。”程毅哭着道：“没有，我真的爱你。”每次听程毅说爱，我就觉得特别讽刺，他这样的人也配提爱吗？可是还没有等我离开，我就发现跟着程毅来的还有沈清离。她的脸长得还是那样漂亮，但是却已经不像是当初那样雷厉风行的沈总，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苍老了很多。沈清离见到我就哭得梨花带雨：“小星，我也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不该背叛你，不该觊觎你的东西，求求你原谅我。”听说沈清离没了我的帮助，一连搞砸了好几个项目，
害公司损失惨重，很快就被赶出了公司。他也流了产，和程毅分开了。沈清离过惯了有钱的日子，一下没了钱还不习惯，于是去勾引了其他的老总，被当成金丝雀圈养了一段时间。但可惜还是被人家太太发现了，这事还闹上了热搜。他也彻底没有办法在京市待下去了，所以他和程毅现在都来求我原谅。可是他们对我的伤害太深太深了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们的。周以彻让保安将他们赶了出去，等他们俩被赶出去后，他也牵着我的手带着我离开了，迎着朝阳。我知道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